今天我和大家说一下如何在美国财政部的官网 Treasury Director 我们来购买短期的美国国债 Treasury Bills，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T-Bills。 那我会先讲解一下对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些数据，那并且呢一步步演示怎么购买这个短期国债，以及其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。因为是教学影片，所以说我讲的会比较仔细。那我把影片分了几段，大家可以挑自己感兴趣的看，或者是2倍速度看。我个人比较喜欢在券商处买，因为比较好管理，而且买卖起来比较方便。那在官网买的话，它其实也有些好处。首先大家关心的就是价格，哪边给的利息高一些。那我以我比较常用的 Fidelity 作为参照物，它这边13周它还没有发行的，预期的话，将发行的国债短期国债它的利息是 5.426。那已经发行的一笔13周的国债呢，它是1月4号到期，它的最差利率是 5.473， 因为这个已经发行了，所以说现在在市场上是属于二手的在购买。然后我再点开来看一下，编号是这个。好，我们看好这个订单编号，回到 Treasury Director 看，这个是 Treasury Director 它刚刚发行的短期国债的价格，拍卖价格。那13周的话，你看同样的一笔订单，它的是 5.509， 对比刚才的其实并不是非常多。我算了一下 5.509 减去 5.473 的话，那它之间的差额应该是 0.036， 那相差真的不算多。第二个也算好处吧，在 Treasury Director 的话，你最低的购买额度是$100，那一般的券商的话，你最低购买额度至少是需要$1000。那在财政部官网，你到期之后，本金和利息可以分别存入不同的账户。如果在券商这边呢，你到期之后，你所有的钱，本金加利息就一起回到你的券商账户里面了。最后一个的话，就是说在官网的话，你可以提早预约，但是最后计算利息的日期还是一样的。在官网上面呢，有些数据还是挺有用的。第一个就是最近的拍卖数据，我们可以点 Auction， 然后到最近的拍卖数据这边点进去，然后选近20个数据。OK。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，不管是短期的国债还是长期的国债，甚至是浮动利率的国债，它的数据都在这边。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可以给你做个参考，你之后购买的国债，不管是哪个时期的，它的参考价格就在这边，基本上会大差不差的。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就是发行日期，在同一个页面，你点这边这个 PDF 文档打开，然后呢就是最新的一系列的发行日期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对于短期国债 T-bill 来说的话，它是周2和周4发行的，然后到了时间的时候，大家可以不管是官网或者券商，你都可以在上面找到新的一期的国债发行。当然我这边说的是短期国债，那长期国债和中期国债的话，它有不同的发行日期，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表格作为参考。那然后的话，这边有3个比较重要的日期，分别是 Announcement Date、Auction Date 跟 Settlement Date，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。Announcement Date 它就是公告日期，在这一天呢，美国财政部就会说我新一期的国债具体的信息是多少，比如说它的编号、类型、到期日、拍卖日期，这个公告它会在这天发布出来。然后呢 Auction Date 是它的拍卖日期，就是发布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呢，这一天它进行拍卖，拍卖之后得出一个价格。那最后是 Settlement Date， 一般也会叫做 Issue Date， 就是那天呢，就是说正式的签发日期，这个时候就是正式购买成功，然后利息也是在这一天开始计算。那我说一下国债的一个购买流程，不管是在官网还是在券商，它都是这么一个基础的流程。首先呢，它是在 announcement 就是发布公告到它拍卖日期之间，你这段时间你是可以下单的。然后你下的单呢叫非竞争性招标。什么叫非竞争性招标？就是说我们个人没有办法参与竞标的，他们也不带我们玩。参与竞标的那些呢，就是机构啊、券商，他们才能进行拍卖竞标。那比如说
我是在 Fidelity 买的，你是在 TD Ameritrade 买的，他是在盈透买的。那这些券商他达到非常多的订单，几个 billion 几个 million 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就到财政部那边去竞标，然后得出了不同的竞标价格。我在哪个券商买的，我就接受这个券商给我的价格。在官网买的人他得到什么价格呢？就是当天这个品类，比如说是4周的国债，它所有的竞标价格取一个中间值就是平均数，然后把这个价格呢给在官网就是说下单的小朋友们。那你下单了之后呢，到了拍卖日这天，然后各个券商他们得出了一个各自的价格，然后在官网的呢也得出个平均收益率，之后呢就是根据各自不同的价格，然后你就接受这个出价。最后就是 settlement day 签发日期，在这一天呢你的交易正式完成，然后利息也是从这一天开始计算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，比如说10月5号这一天，财政部发行了这些债券。我们想买13周债券的话呢，就是从10月5号到10月10号之间这段时间进行下单。但是呢，很多地方就是在拍卖日这天，它是不接受新的下单的，所以说你最好在10月9号，也就是拍卖日前一天，然后把下单这个动作完成。那在拍卖日这天呢，各个机构券商互相竞标，然后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这些就是上一次这些债券他们得到的竞标结果的一个平均值，官网就会把这个平均值作为在官网购买的客户他们的一个定价。最后是 issue day 的话就是10月12号这天你的交易正式完成，利息也是从这天开始计算的，往后数13周的时间，那就到你这笔订单的到期日期。那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，首先你先到Treasury Director 这个官网，然后呢点击这个 Login 就是登录。如果说你已经有账户的话，你直接按这个 Next 登录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没有账号的话呢，你需要是新建一个账号。那关于如何新建账号，我在我之前如何买 iBond 这期视频当中有讲过。那关于美债，其实我之前发了非常多的视频，包括它的种类，它和 CD 的区别哪个更好，还有就是说如何建立美债的一个阶梯购买，增加它流动性，大家可以在我的频道里面翻一翻。登录成功之后呢，我们直接按 Buy Director 就直接购买，然后选 Bills 就是短期国债，好，然后我们按 Submit， 然后就出现了各个不同时间段的国债。我之前提到过，在官网上买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可以提前预定，像它就是实际真正 issue date 的话是10月17号，你现在可以预定，甚至于说是11月28号的国债，你也可以现在预定。我们就随便选一个4周的最近的一个日期，然后往下的话是你的购买额度，像官网的话它最低购买额度是100，所以说我这边填100。券商的话你是最低购买额度应该是1000，你根据你所在的券商自己填。然后你当然你这边比如说我不想买100，我想买1000、10000都是可以的。那我现在这边做举例，就以最低额度100作为举例。然后呢就是你的账户最后这边是你要不要就是说自动的回购，我这边选 No， 当然你也可以选 Yes 的话就是说你到期之后它会自动购买下一笔同样时间的，像我刚刚选的是4周，它会自动购买下一笔4周的国债，然后再下一笔4周的国债。你要它重复购买几次，你这边的数字就是几，比如一次是1， 10次就是10都可以。然后它这边有个说明，就是说短期国债的话呢，它最多是2年时间之内你可以不停的重复购买，2年到了之后呢，你要重新再设置一下。OK， 好，我这边选 No。最后的话是你的到期之后，你的钱要往哪里去？它钱不是留在官网这边，它是打回你的账户。因为我这边只给了他一个账户，所以说它这边只有一个选项。如果你给了官网你2个账户的话呢，它可以给你一个多选，就是说你的本金去一个账户，你的支票
你的利息去另外一个账户，有这么一个选择。OK， 好，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呢，你就按 Submit 提交，那你这笔订单就完成了。在拍卖日之后呢，它就会根据拍卖到的平均价格，然后在 Settlement Date 那天把这笔订单彻底完成。最后说一下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，一个是你在官网上买的话，卖怎么办？这就是我之前说挺麻烦的地方。你可以看他说，如果你要卖的话呢，不能直接在官网上卖，你要把它转到一个券商那边去。怎么转呢？就是你到你自己的账户，然后申请，就是说你要转到一个券商那，然后填表格，然后把表格寄出去之后，他这边通过了之后，你才可以转到券商，然后从券商这边卖掉。这个是关于怎么卖在官网上面买的债券。当然，如果就是说你持有到期的话就没有问题，它就自动把钱跟利息打到你的账户，这就一切 OK。另一个问题是你提交了订单后呢，在正式完成交易之前，想要取消这笔订单，这个是可以的，只要你在拍卖日的前一天取消就行。还有就是你在购买的时候点击了自动续购，比如说你原本希望续购10次的，但是在5次之后呢，你想拿钱去炒股，你也可以取消之后的续购。具体的操作就是你先进入你的账户，然后点击直接管理 Manage Director， 然后呢再点击删除未完成订单或者是自动续购。进入之后点击第一个 Show a Summary List， 然后再点击 Submit， 然后到了你的摘要列表，点击你的未完成订单，这个就是我刚刚作为举例的一个订单，点击然后继续按 Submit。 如果你是需要取消你的自动续购的话，如果你有自动续购订单，它是在这边显示的，你也可以点击然后按 Submit。 在详情页面中你看一下信息是否都正确，这边都有信息，只是我的私人信息，我都把它擦掉了。然后你觉得都没有问题了，然后你就按 Delete， 就是删除键。那网站会再问你一遍，你是不是确定要删除啊？你按 Yes 就可以了。好的，讲完了。那如果还有问题的话，你可以给我留言。我如果打字能够说得明白，我就直接给你答案了。如果说不明白呢，我会在之后的视频当中给大家讲解。还有谢谢大家支持，我的订阅上1000了，非常非常感谢。OK， 今天就这样子了，大家拜拜。